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岛来了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升级铁锅的不粘技巧，不只能够加强高温的防粘能力，同时还能轻松应对低温容易粘连的食物，比如淀粉类、炒饭、炒面、煎萝卜糕、煎马铃薯块，还有高蛋白食物，煎蛋、煎鱼、炒肉片，这些都不在话下。这就是润锅技术。 首先，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铁锅的基本不粘方法。把空锅加热到轻微冒烟，确保手放在锅面上能感受到明显的热度。这时候放入油，轻转动锅子，让油均匀分布在锅底上。热锅冷油的方式，让食物与铁锅之间被油膜和蒸汽隔开，不会直接接触到锅底，从而达到不粘的效果。 详细操作可参考之前的影片《超级不粘锅攻略》。然而，有些朋友可能仍然无法完全做到食物不粘锅。综合提问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常见的问题：一、锅的温度不够高。虽然锅确实冒烟了，但不同种类的油有不同的冒烟点，因此在熟悉操作之前，可以用手感受锅面的温度，或者撒一些水滴，水珠会像这样滚动沸腾，不会立刻消失，就可以放油啦。二、 食材温度过低，如果从冷藏取出食材后，要等其恢复温度再下锅，避免锅具快速降温影响效果。三、新锅表面尚未形成油膜，建议先煮多油肉类食材，再逐步到淀粉类、高蛋白类食物。对于不熟悉操作或新手想要更有把握的不粘方法，有没有？我们也有一些技巧。 需要提前执行几个步骤。观察一般的快炒店或中式餐厅大厨的操作，他们通常在清洗好锅子后先烘干，然后加入一勺油，转锅使油均匀分布。待油冒烟后，倒出油盆里。他们会重复这个步骤2到3次，然后才开始煮。之后，炒饭、炒面、煎蛋等等食材都在这个锅子里滑来滑去。或者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煎第一颗蛋不小心粘锅了？ 但之后的煎蛋却都很顺滑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原因都是因为油已经深度渗入铁锅的缝隙里，形成润锅，达到不粘。那么实际户外运用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放上清洗好的空锅，今天示范的是 风暴小炒锅，均匀烘干，放进1勺油。在户外用油不能放肆，也可以用小油瓶倒入转几圈，接着边加热边转锅，让油跑遍全锅。 锅边边可以用厨房纸巾沾点油擦拭一下，就让油在小小的铁锅里面转呀转呀转。当锅子明显冒烟时，就关火。户外条件的限制没带那么多油，所以不一定要把油倒出来换油，只需要静置几分钟，让锅子降温。铁锅在经过热胀冷缩过程后，油会进入更深处。重新这个步骤2到3次，就相当于大厨的滑油润锅操作。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烹饪喽，不用等到高热冒烟就可以下蛋。这个时候不要着急铲蛋，还没有凝结，等1分钟。当看到边边有一圈焦黄，就差不多可以了。哦，差不多了。哦。 我来试试颠锅翻面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没关系，嘿，哈哈，这也太滑溜了吧！高蛋白的试过了，再来是个高淀粉的。
炒肉丝也一点都不沾。看锅底怎么样？没有粘锅。整个过程都愉快顺畅，不要担心食物粘在锅底。煮完后用餐巾纸擦拭一下，如果有水分再稍微烘干，盖上锅盖或厨房纸巾防尘。先不要用清洁剂清洗，在户外的1到2天期间，只需热锅加点油继续使用，同样都有不粘的效果。直到返家后再进行清洁和保养，烘干上油收纳。如果锅子已经形成油膜，则不需要再次上油保护。这个技巧同样适用于平底的风暴小黑锅。快拿过来一起进行润锅吧！除了煮食物外，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润锅技巧，在低温下烘烤一个松软的蛋糕。一般这种只能在铁氟龙不粘锅低温做的烘蛋糕、松饼，这里一样轻松做到了，真是太神奇了！哇，今天的不蒸示范，我们做了这么多美食，真的迫不及待想要尝一尝了。大家都学会了我们的润锅技巧了吗？ I like to ea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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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at. 如果喜欢今天影片，请动动小指头给我们一个赞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我们才能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。